事前准备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大家买好机票就可以出发了。在进入英国国境之前，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过海关，大家一定要走 all other passport。一般情况下进入英国的话，排队是排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到晚上进英国的话，可能要排2个小时左右。过海关就会有海关的工作人员来问你问题，他一般问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来英国干嘛？你来英国待几天？你住哪里？你的行程是什么？大家如实回答就可以了。如果英语不好的朋友，请一定要准备好一张，比如说旅行单，用英文写好。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是谷歌翻译，可以通过谷歌翻译，又把自己的话去展示给海关看，这也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大家第一站都会在伦敦。现在国内飞伦敦的话，只会去2个机场，一个机场就是比较著名的希斯罗机场，另一个机场是盖特威克机场。2个机场到市中心的距离都差不多。那么盖特威克机场到市区的话，需要乘火车，火车的价格是15磅左右，它可以到达伦敦的维多利亚站、伦敦桥站以及 Blackfriars 站，时间是40分钟左右。落地希斯罗机场的话，可以直接乘地铁去市区，乘快车的话就是伊丽莎白线，时间差不多也是40分钟左右，然后价格是13点几磅。那么乘慢车就是乘 Piccadilly Line， 价格是5点几磅，然后时间是65分钟，这个就大家自己选择了。大家来到英国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交通，那么我就以伦敦的交通为例来给大家介绍英国的交通。其实如果把伦敦的交通搞清楚的话，整个英国交通你就随便搞定了。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下载好2个软件，一个是 Google Map， 一个是 Citymapper， 这2个软件。Google Map 的话其实就是比较一个笼统的，大家比如说搜的快一点，可以通过 Google Map可以去哪个地方乘什么线。另一个 APP 叫 Citymapper， 这个 APP 呢，它时间更准确，同时它还可以估算出你要花的钱。我一般都是用 Google Map 大致看一个路程，然后再用 Citymapper 去仔细看一下要的钱和需要的时间。在介绍伦敦公交之前呢，首先要介绍一下伦敦这个城市的一个大致情况。伦敦的公交 TfL 公司将伦敦分为9个区，是以中心向外发散的9个区域。大家第一次去玩，一般情况下都是待在1区和2区左右的，几乎不会去到2区以上的地方。那么伦敦的公交分为这么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地铁，然后是轻轨，然后是有轨电车，然后是巴士，最后是轮渡。那么如果有钱的话就是 taxi。那么这些公交的支付方式，大家可以通过3种支付方式来支付。首先我最推荐大家的是这个 contactless 卡，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张银行卡，就是这张银行卡是可以刷伦敦所有的公交的，而且这样就直接从你的银行卡里、信用卡里结算了，其实非常方便。那么第2样东西呢，就是牡蛎卡啊，这是伦敦的一张公交卡，大家可以通过在伦敦地铁站的机器上买到这张卡，这张卡的价格是7磅一张，这张卡以前是5磅，而且可以退款，现在就是7磅不能退款。对伦敦想要有一个纪念品的话，这个东西是不错的。第3样东西的话，大家就是在地铁可以买票子，但这个票子非常的贵。你可能单程去伦敦市区只要2.7磅，但是你买票子就是6点几磅，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种东西呢？我绝对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票子，因为第一它买起来很烦，第二它很贵。然后这些卡的使用方式的话，大家只要需要用这张卡去触碰，比如说像地铁啊、像公交上面的那个机器，触碰一下就可以进站或者上车了。首先我们要接触的就是伦敦的地铁，首先是比较传统的地铁，就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老的那种地铁站，然后下面有那种像管道一样的那种地铁，很老很破，那个就是伦敦的地铁，他们统称为 tube，就是管道的意思。第2种地铁呢，就是叫 overground， 同样的一些车，它只是在天上开的。overground 一般是在2到3区，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是接触不到 overground 的。第3种就是伊丽莎白线，大家可以把伊丽莎白线就看作地铁，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从希斯罗机场到6区以外，它收的价格就是另一个价格。然后还有一种地铁叫 DLR， 是在狗岛那附近的一个轻轨。最后一样东西呢就是 tram， 就是有轨电车。其实我在伦敦从来没有见过有轨电车，然后我搜了一下，其实有轨电车是在伦敦的南部 Croydon 那边的，我觉得大多数朋友也遇不到有轨电车。
那么伦敦地铁大家第一样记住的东西就是 peak 和 off peak 两个时间段。peak 时间段就是他们的高峰时期，这个高峰时期是在他们工作日的上午6点半到9点半，以及下午下班时间的4点钟到7点钟这一块区间。那么 off peak 就是这个区间以外的时间，包括周六周天，包括假期，包括他们的 bank holiday。在伦敦乘地铁的话 ，peak 和 off peak 是两个价格。比如说单程，如果在一区乘单程的地铁的话 ，peak 的价格是2.8磅，off peak 的价格是2.7磅。其实差的不多，但是也有价格区分。但是如果从1区到2区 ，peak 的价格就是3.5磅，而 off peak 价格是2.8磅。你跨越的区越多，你的价格越贵。那如果我今天一天要乘好多的地铁怎么办？那么伦敦它也会很贴心的帮你想到这个办法，所以它设置了一个东西叫 cap 就是它的封顶的一个价格，就相当于你乘到这个价格之后，这个价格再也不会涨了。不同的区它的价格 cap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只在1区乘地铁的话，你的 cap 是8.9磅，算了一下差不多4次可以达到这个 cap 的价格，不管是你 peak 还是 off peak 都算在里面。就比如说你在 peak 乘了1次 ，off peak 乘了4次，那么也是这个价格。如果只在伦敦1区跟2区活动的话，它的 cap 是8.9磅，1区到3区的话就是10.5磅，2区到3区的话是10.5磅，依次类推。这个表格其实显示的非常清楚。除了地铁，第二样大家比较常用的东西就是巴士了。其实我是很推荐大家去使用巴士这个公交的。第一，首先它非常便宜，也不是非常便宜的，就是相对于便宜。它单程的话是1.75磅，其实已经涨价了，最早我去的时候是1.55磅。然后它没有任何的区域的划分，你从1区乘到9区乘巴士都是这个价格。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在1个小时内是可以免费换乘的，它换乘的时间是以你触碰那个机器的时间来算的。那比如说我11点乘上第一个公交，然后我11点59乘上第二个公交，刷了我第2次卡，那么我就只需要付1.75磅。不仅是你能换乘1次，你可以换成无数次，你可以换成5次，只要在这1个小时内都可以。如果你一天只乘公交车，它也是有 cap 的，是5.75磅，算了一下也就是4次回本，跟地铁是一样的。尤其是在1区活动的朋友，我个人建议，其实1区不是很大，就是乘公交车基本上哪里都可以到。一般伦敦巴士是双层巴士，大家乘上巴士有机会可以坐到第2层的最前排，可以在最前排看到巴士怎么开的。那么很多朋友问了，如果我又乘地铁又乘巴士的话，那我2个 cap 是不是要叠加起来？其实不是的，就是如果大家又乘地铁又乘巴士的话，这个 cap 是以地铁的 cap 为准。比如说大家在1区乘了3次地铁又乘了3次公交，那么我的最后的开销是多少呢？就是8.9磅，是以地铁的 cap 为准。如果是特种兵的朋友，就是不用去算这些钱了，大家就狂刷就可以了。我觉得算这些钱可能就是大家一天只想乘2次就可以算一下这个钱。伦敦其实还有一种公交方式就是船 boat， 其实 boat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乘过，因为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亏的一个东西。它很贵，其实它去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这个 boat 呢，只是在伦敦的母亲河泰晤士河上运营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个就是伦敦的 boat 的一个运营地图，大致情况下就是3条线吧。它的区域分为西区、中区跟东区，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价格。如果穿越区域的话是另一个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价格的话我就贴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真的想体验这个游船的话，我唯一建议的一条路线就是从伦敦市中心这块区域可能乘到 Greenwich， 就是格林威治，因为格林威治这边有一个景点就是格林威治的本初子午线这个公园，就是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看。这个区域就是从中区乘到伦敦的东区，单程价格是10.8磅，途中还可以过很多有名的桥，像 Tower Bridge、London Bridge、千禧桥，其实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可以从泰晤士河上过这些桥，最后到达一个终点。刷这个 boat 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 Contactless 跟 Oyster Card。那么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打车了。整个英国打车的话，大家可以用 Uber 和 Bolt 2个打车软件。那么 Uber 稍微贵一点点吧，那 Bolt 就是穷人比较用的多一点。大家如果打车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够通话的电话卡。这个 eSIM 跟 WiFi 蛋的朋友就不要用打车了，因为你也用不了。一定要让司机联系到你，你才能去打车。那这跟国内是一样的。打车价格我就不知道了，我可能在伦敦生活那么多年，打车不超过10次，挺贵的。反正就是土豪的话打一打，或者带老人的话可以打一打。那么还有朋友，大家可以选择包车，找中国人包车也是可以的。刚去吃了个饭，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继续下一个环节，就是英国的火车。
在英国待时间比较长的朋友的话，可能会从伦敦去别的城市。那么去别的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火车，因为整个英国也就整个陕西省那么大，火车也是英国这边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买火车票的话，一般是用2个 APP，一个就是 Trip.com， 另一个就是 Trainline。一个是携程的海外版，另一个是英国人自己用的一个版本，这2个 APP 都能用。大多情况下，大家会是从伦敦出发去另一个城市，比如说像去牛津啊、去剑桥啊、去远点利物浦啊、曼彻斯特啊。短途跟长途旅行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以伦敦出发为例，介绍一下英国的火车。伦敦的火车站呢，它不止一个，它有好多个。在伦敦的北部有 Marylebone、Paddington、King's Cross、Euston 这些车站的火车一般都是向北边走的。在伦敦南部呢，有 Victoria、Charing Cross、Blackfriars、London Bridge 等火车站。这些火车站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在伦敦的南边。比如说我们以 Trip.com 为例子，比如说打开 Trip.com， 我们点击 Trains。那么一般大家看到这边会有个伦敦 Annie，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大家点进去一看，这些就是从伦敦出发去牛津的车，但是大家仔细看，比如说这辆车就是从伦敦 Paddington 出发的，那么下一辆车却是从伦敦 Marylebone 出发的，代表着就是你哪怕你说的是伦敦，它只会默认你是在伦敦出发，但它不给你确定的一个火车站，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自己买的票到底是从哪个火车站出发的。在英国的铁路它不像国内是国家统一管理的，它是不同的公司所管理的。就比如说像第一辆车，它的公司就是 GWR， 那么另一个像这一条公司就是 Chiltern Railways。有时候你买的票子可能是在同一个火车站，但是它是不同的公司，大家一定要看好是在哪个 platform 上车，不能买这个公司去乘另一个公司的车，这样的话是会被罚款的。那么我们先介绍买票，大家看买票这几个界面，一个是 single， 一个 single 就是单程票 ，return 呢就是来回的返程票 ，open return 呢是弹性的来回返程票。这个 flexi seasons 就不用去讲了，这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首先是 single 就是单程票，我们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今天可以买的票子，有些票子会非常便宜，但其实它非常便宜是有原因的，因为它叫 Advance Single， 就是它是提前买单程票。它虽然便宜，但是大家可以看它是 non-refundable 的，是不能退款的。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正常价格37磅，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它写的是 Off-Peak Day Single， 就是说它是可以退票的，而且。你买这个 Off-Peak Day Single 不一定只用乘这辆车，大家可以看，你除了这一班列车，你还可以乘别的班的列车。虽然它贵，但它更有弹性点。就比如说你错过这班车，你可以跳到下一班车，但是 Advance Single 就不行。如果大家行程规划的非常详细，哪怕我1个月后我都知道我要去干嘛了，大家其实可以提前买票。比如说我现在是6月25号，把它改成7月25号，大家可以看，刚刚是15磅，现在这价格变成12磅，它也是 Advance Single。一样的，英国的火车票就是你买的越早，它越便宜。接下来就是 return 了 ，return 呢就是来回票，跟大家买机票一样。比如说我去程是7月25号的9点20分，那么我回程可能订一个7月25号的21点25分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它就会有不同的组合。比如说我买这一班便宜的 return 的话，我可以比如说加4磅，我乘这班车，也可以像这个就是不用加钱，可以乘这一班车回来。接下来一个票就是 open return。什么是 open return 呢？就是它是有一个更弹性的一个来回时间的一个把控。我们点开来看，我们还是点这一班，既可以去程乘任何一班这个公司的车，也可以回程乘任何一班的这个公司的车，但是一定要是这个公司的车。它的出发点跟到达点一定要是美乐堡和牛津，你不可以去 Paddington， 你不可以去跳到别的车上去乘到别的车站。如果你用在别的站上，你是刷不出去的。然后你如果在车上被查票的话，你要是被罚款的。总结来说，就是你可以乘任何时间段该公司去程跟回程的票子，而且它的始发地跟终点一定要是同一个地方。Return 的车票首先适合于 Advance Single， 就是你提前买票可以买到便宜的，如果来回都买到便宜的，那你很划算。Open Return 呢，就是一般适用于想要时间更灵活一点的旅行。就比如说我早上就想睡个自然醒，看睡到几点就出发，然后回来的话玩到几点就回来。如果临近时间的买的话，它有时候价格还比 Return 便宜。那么大家通过自己的情况去比较一下价格，买到适合自己的票子。英国火车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是中途下站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伦敦去牛津，乘的是这班车，然后大家可以点开整个的路线图，一看哦，有这么多站，中间其实有一站就是比斯特 Village， 很多朋友想在比斯特下去买一些东西，因为它是很大的奥特莱斯。如果在这个路程当中，大家从某一站跳下去，再从这一站上来，
是允许的，这相当于你可以在中途下车，然后再乘另一班车去你的终点，但是还是一样的，一定要乘同一个公司的车。长途的火车基本逻辑跟短途的火车是一样，它跟短途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是伦敦去利物浦，也算是长途了，因为2个小时以上了。那么我也是设置为1个月以后，这个9.46票子就是14磅，非常便宜。然后这个票子呢也是 Advance Single 啊，大家可以看啊，它也是无法退款的。一般情况下去长途的话，不会说是当天来回的。比如说我在利物浦玩了1天，住了2天，大家看也可以买 return 的票子，就是回程的票子。这个加9磅，48磅，也是很便宜的。这2个应该都是 Advance Single。长途的也可以买 Open Return， 它的 Open Return 呢，就是一般都不是当天往返，它可能是1个月内往返。比如说我7月25分出发，9.46分这班车，然后它回程的话是在1个月内随时都可以回来，但是也要乘这班公司的列车。比如说我在利物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可能1天就回来，可能3天后再回来，这个就适合买 Open Return 的票子。去长途旅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会有转乘，就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最便宜的票，它虽然是14磅，但可以看这是有一个 change 的，它是在 Stafford 这边中转，然后中转的话一定要看清是哪个站台中转，就比如说它这边到是3号站台，那么在中转的另一辆车就是5号站台，然后中间的时间是10分钟，那写的很清楚。那么中转有一个问题就是很有可能碰上一些罢工或者是车子 delay， 导致你中转不到下一班车。在英国火车的 delay 和罢工是非常的频繁的，这个就是便宜的代价。那么如果不想买中转的话，大家就可以买直达，这个就是直达，会比中转要贵这么一点点，但是会更稳定一点。这就是长途旅行的一个风险。点进买票之后，你可以选择 seat requested， 就是可以去要求我想要什么位置，比如说我想走廊位，我想要窗户位，位置的方向我可以朝前朝后都可以选择。想要安检车厢有桌子的位置，有插头的位置，在厕所旁边位置，在行李架旁边的位置，这些都可以选。一般给票子都是给 e-ticket， 就是2维码。英国的检票是这样的，它有时候进站是不检票的，它是会在车上检票的。车上检票的时候，大家只要拿出自己的2维码给验票员扫就行了。那么在车站检票，只要就扫2维码，有时候是人工检票，有时候是闸机检票。大家不想用 e-ticket 的话，也可以用纸质票。纸质票的话，这里就选择 collect from station。如果选择纸质票的话，就没有 e-ticket， 然后它会给你一串数字，你到现场的火车站去把这串字母输进去，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纸质票。但是我不推荐这样，因为大家如果第一次去英国的话，我相信找这个机器去找这个票子还得花一段时间，可能会耽误行程。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Rail Card 的一件事情。英国其实做铁路的话是有一个 Rail Card 的一个机制的，就可以打折。比如说大家可以看我点开 trip.com， 在这里输入 Rail Card。这边介绍2种，一种是16到25岁的 Rail Card， 一种是26到30岁的 Rail Card。这个 Rail Card 呢，如果买了的话，大家买车票就可以便宜1/3，一年的价格其实都是一样，35磅。只是16到25岁的话，它可以选择3年的价格，这一般是给留学生或者是长时间在那边工作生活的人去买的。那么这个 Rail Card 怎么用呢？就比如说大家买好之后，可以点进去买票。我们走个远一点，比如说伦敦到爱丁堡，我们在这里选择添加一个 Rail Card。那如果买的16到25岁的Rail Card，就可以点击这个，然后再点击搜索。这辆直达的火车是77.55磅。如果把 Rail Card 去掉的话，这个价格就是116.5磅，差不多贵了40几磅。但是其实大家买没买 Rail Card 都可以在这里添加 Rail Card。大家如果没有买 Rail Card， 买了这个折扣的价格的票子，在被查票的时候被查出你自己是没有 Rail Card 的话，你就会被罚款。所以大家一定要买票子要诚信。如果用 Rail Card 买票的朋友的话，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 Rail Card。我不知道 trip.com 在哪里看，但是你既然有购买记录，它一定会能显现出你的 Rail Card。然后等有人查票的时候，你把你的 Rail Card 这个证据给他看，就 OK 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坐火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坐到 First Class， 就是有些 First Class 它虽然是空着的，你坐过去，你屁股只要一站到那个椅子上，检票员看到了，你就要去补票。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吃过这个亏。好了，以上就是所有的英国火车我所总结出来的一个买票的方式，可能还会有遗漏。那么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因为它跟伦敦地铁不一样，因为伦敦地铁可能你亏了几块钱也不会亏大价钱，火车你按照很好的规则去买的话，你会省很多钱。除了火车的话，在英国旅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巴。大巴的话，大家也是可以在 APP 上买。
整个英国的大巴几乎都是由 National Express 去管理的，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规则，而且大巴的价格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以 Trip.com 为例，我点开 Trains， 这边有个 Coaches， 那么这就是大巴价格。我比如说伦敦到利物浦的大巴，它的价格相对稳定，因为都是一个 National Express 的，然后买票就可以了。但是大家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大家看，其实它这个票子有些票也是要换乘的，比如说这个2点钟的票，它也是换乘的。我觉得乘大巴大家尽量还是用直达的方式乘，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搜这个 Direct Only， 就可以看到直达的一些班次了。一定要记住，就是看清自己上车点。比如说伦敦市中心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一般都是 Victoria Coach Station 的。有些很便宜的，像这个 Finchley Road， 它就18.61镑，但是它的始发地是 Finchley Road， 它就不是在伦敦市中心了。大巴的话，就是第一是便宜，第二是稳定。大巴其实很少罢工，但是它时间会用得更长。在英国你依旧可以乘飞机，但其实英国本土内的航班没有那么多，毕竟就是那么屁大点地方。很有可能大家坐过，可能是从伦敦去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因为北爱尔兰因为它是另一个小岛上。还有就是从伦敦去爱尔兰，因为爱尔兰也是在我们英国旅行签证的。如果想去爱尔兰的朋友，也可以从英国乘飞机去爱尔兰。还有一种就是轮渡。轮渡的话，一般是去某个小岛，比如说要从利物浦出发去贝尔法斯特，就可以乘轮渡去，轮渡时间会更长。这个我自己都没乘过，我就不说了，等我下次去贝尔法斯特再跟大家说。其实很多漂亮的地方其实都只能自驾到。在英国，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自驾的，如果有中国驾照的话，得有中国驾照、一个翻译件，还有一个有自己名字的 Visa 或者 Mastercard， 一共这3样东西才能在英国租车。那么怎么租车呢？大家可以在他们的官网租车，他们有很多公司，像 Enterprise、European Car、Sexta、Budget、Hertz， 大家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去订车。除了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租车来订车，也可以用 Booking 来订车，甚至用 Klook 都可以订车。反正租车还是挺方便的。就唯一一点就是英国的驾驶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考过英国驾照，所以我个人知道，首先它是右舵，第二它的规则非常复杂，他们有很多环岛需要让行，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些中国司机所知道的一些东西。那么想知道如何在英国自驾的话，可以看我Day 6的那个 Vlog，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英国自驾的一些贴士，那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虽然大家是可以在英国自驾，但是一定要当心当心再当心，因为中国驾照其实是不被世界认可的。就哪怕你租到车，你出了事故，万一就是伤到人了，警察过来了，看到你这个驾照，你是违法驾驶。当然，用别的国家驾照的朋友就另说了，但是还是小心，因为靠右行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